你敢？果然，天家无父子。殿下，不也是在宫变中踩着鲜血才登上长公主的位置吗？怎么你天真的以为你抓了阿寻，本王就能投鼠忌器？既然王爷连世子的性命都不顾了，想必乱臣贼子的名头更不在乎了。本宫收到消息，陛下即将御驾亲征。王爷猜猜，御驾讨伐的是朔漠，还是萧南？若是后者，那这叛国之罪可就洗不掉了。本宫应承你，若现在收兵，王爷依旧是王爷。你不是应该求本王登基的时候放过那小儿一命吗？或者你现在归顺，我也可以饶你一命。萧红，我和陛下用不着你饶命，你也没有机会与陛下一战。萧寻被擒，他带去楚都的萧南大军群龙无首，必然一击即溃。待陛下的铁骑踏平萧南之日，你与朔漠的蝇营狗苟的密信将会贴满各州城门。到时候，云中的20万边军都等着砍你萧南全族的头颅。本宫会让人把他们一颗一颗挂在城楼之上，示众。史官的笔，本宫也为你备好了。逆贼萧红，通敌叛国，灭满门。萧南王府的每一条人命，他们挨的每一刀，都在替你赎着万世骂名。你以为本宫抓萧寻是为了要挟你？本宫是要让你知道，我能随时取他生机。若你再执迷不悟，本宫会让你消失王府，连挑枯坟的野狗都不是。火候再重要，也得火燃得起来。萧红，只要本宫活着一日，萧南就休想染指皇位。王爷，这战酒的商讨，要不要坐下来聊聊？小丫头，你以为这局棋是由你来收官吗？本宫要的很简单，退兵，留萧寻为质。王爷依旧是萧南之主。可惜啊，这天下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。事到如今，就算本王肯退，也有人不让本王退。谢艳芳已经带着小皇帝来到了阵前，御驾亲征啊，万民称颂，气势如虹，势不可挡。你谋划了这么久，就替人做了嫁衣，你甘心吗？我只知道，王爷必须得答应我的条件。
王爷7岁摔马断腿，先帝却对此多有挑剔。您苟活至今，竟当真甘心死在我一个小女子手里？长公主体恤王爷，特意为王爷准备了降书。只要王爷盖了大印，即刻发王出。本王为了平息本次叛乱，连世子都交出去了。你又能给我什么呢？镇国王的称号，王爷以为如何？长公主信上第一句话，倒是开篇明义啊。此战绝不能打。长公主说，她已擒获萧南王世子萧寻，以萧南王全族性命胁迫，萧南王已被迫退兵。但求朝廷赦免其父子之罪，仅令萧寻入京为质，封萧南王为镇国王。长公主这是不是太客气了？不罚就算了，还给萧南王加封？荒谬！谋逆大罪，岂能轻赦？依老臣之见，该让萧南王亲自回京请罪才是。长公主信中所言，朝廷虽兵强马壮，可朔莫蠢蠢欲动。萧南王蓄谋已久，若战事持续，恐天下大乱，10年难平。萧南王有反心而无反骨，若挫其锐气，他必定步步谨慎。因此，朝廷便可不战，而屈人之兵。不战屈人之兵，就如同锦衣夜行。就算我们肯，那谢大人肯吗？如今陛下已经集结人马，准备御驾亲征，我们却在后方与萧南王讲和，骂名可想而知啊！如今太傅身边拥者众多，能和谢氏分庭抗之，全赖先帝托孤，让太傅手握玉玺。他们依附的不是你，而是你手中的权柄。乱世太平靠武将，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君王之命尚且如此，又何况是监国之权？所以，邓大人，你是要当乱世的太傅，还是要当盛世的太傅？懿旨。是。朔莫犯禁，陛下亲征。萧南王本已派兵拱卫楚都，然世子萧寻已
一意孤行，图谋不轨，令萧寻独自入京请罪。萧南王大义灭亲，终结可嘉，特敕封萧南王为郑国王，以彰其忠。日子快近期，父王之事，赦了我。王爷他是不得已的，世子莫要埋怨王爷啊！我埋怨父王做什么？妻子就要有妻子的去处。朱昭早已布下天罗地网，此去楚都，务必小心。朱昭。确定已经安全了吧？放心吧，早就安全了。楚大老爷还有大事要等你去做呢。大事？什么大事啊？长公主说你们要随同萧南王世子回京，你立下这样天大的功劳，还不赶紧去面圣等封赏啊？对呀，我们是立了功的呀，是应该去领赏嘛。啊，走，领赏去。老爷，你真要去啊？不会又让我们去送死吧？不是，这可是我们一家人用性命换来的呀，是真真切切的呀。爹爹记得多跟陛下要点封赏，毕竟我也是舍弃了一个世子妃之位的。那是自然啊，走，去领赏。好，领赏去。母亲慢点，快一点呀！臣等恭请陛下圣安。平身。谢陛下。太傅日夜操持朝政，辛苦了。为陛下守好江山，是臣的本分。有太傅坐镇，吾才能安心出征。太傅是功臣。只是，似乎未见谢大人。舅舅主动请去萧南君善后，等萧南解决后，再回京。事关重大，谢大人一人决断，会不会不妥啊？那是姑的血缘至亲，能有何不妥？太傅是觉得舅舅处理不好萧南君的问题吗？臣不敢妄言，一切全凭陛下做主。皇叔的车驾已经进城了，后续事由就交给太傅安排吧。臣遵旨。送世子到别院，多派些人手，务必让世子住得安心。是，驾。
楚江山千秋万代。千秋万代。他们竟真把世子当囚犯。败军之寇，何谈礼遇啊？本该是世子您风光入城，楚昭用世子做威胁，王爷为了世子只能收兵，功亏一篑。父王收兵，究竟是为了我，还是为了名声？你我都心知肚明。但无妨，就算父不辞，子也得孝啊。你说是不是？世子，不必安慰我。楚昭这局布得精妙，先用龙威军胁父王，投鼠忌器，再联合谢艳芳，哄骗我那小侄子御驾亲征。父王行事如此谨慎，自然不会贸然出兵。王爷怎能如此？父王一生最重名正言顺四字，如今却差点被楚昭和谢艳芳联手盯上谋逆的罪名，自然会断尾求生。我错就错在又轻看了楚昭，不曾想他竟是如此狠绝之人，拿我赌萧南郡，拿萧南郡赌天下人心啊！若世子相走，属下拼死也会送世子出城。急什么？既回了楚都，那便再陪楚昭把这一局棋下下去。此番多方势力争斗啊，没料想受益最多的竟然是长公主。于累累尸骨之上成就长公主美名，也不知道那楚将军泉下有知，是否应该感到欣慰呀？我父亲欣不欣慰，就不劳王爷操心了。王爷时隔多日，再请我来，是不打算再留客了？哎，本来呢是想请长公主多留些时日，以尽地主之谊。可是如今这大楚这天下，它离不开长公主啊。王爷说的是，那便多谢王爷的款待。希望日后还能有机会来这萧南王府转一转。长公主莫不是忘了？这朝廷啊，已经封本王为镇国王了，持金玺绶带，享诸侯王权，所以这萧南王府也该改为镇国王府了。哎，不过这件事情上啊，这个谢艳芳倒与长公主不谋而合。说来也有趣，这谢三公子10岁的时候博弈之术便冠绝天下，故意输了50手，就为了最后一招屠龙，以区区残骑杀得他恩师是片甲不留啊！彼时的一桩奇谈，可是传遍了整个的大楚。哎，谢小将军，你没有跟长公主说过吗？
你兄长最厉害之处，就是让所有人都以为自己才是掌控棋局之人。看似你我相争，其实人家谢家才是执棋者。王爷今日话多，莫不是舍不得本宫走？谢小将军，你的兄长现在在楚都，莫不是？我不是谢家之人，我也没有兄长。看本王这记性，差点给忘了。当年谢小将军是连族谱都进不了的，同父异母的兄弟，一个在太极殿挥斥方遒，另外一个在边塞茹毛饮血，人生截然不同，当真有趣啊！王爷慎言。哎，长公主莫要动怒嘛。本王就是好奇，同是谢家人，你为何不选择一个给你助力更大的呀？毕竟没有谢三公子的默契配合，你的计谋是成不了事的。不劳郑国王操心，本宫祝王爷身体康健。毕竟，要再培养出一个合乎王爷要求的世子殿下，并非易事。阿九，我们走。王爷说的不错，我与谢三确实不同，我比他更记仇，所以希望你们父子俩不要有落入我手里的那一天。哎，快送送长公主。是。你就那么确信，萧南王会安分守己？他不敢动，至少现在不敢。方才在王府，你说谢艳芳一定会落子，你似乎了解每一个人。不是了解，是谋算。就像下棋需要预判对手10步以外的棋路一样，我只是算得比旁人更远一点。他说的不错。什么？谢三与我确实不同。他对你也确实更有助力。我第一次见他是在我7岁时，谢家祠堂最高处。那时我开始模仿他的一举一动，模仿他的言行举止，就是希望有一天可以变得和他一样，哪怕是成为他的影子。看着我，你记住，阿九，你不是任何人的影子，你也不需要像他。可你曾那样的夸奖他，你曾那么坚定不移的相信他的每一个决定。
我知道这样说不对，但我十分妒忌他，甚至我宁愿继续做他的影子。或许这样，我能多帮助你一些。我说过，你不是谁的影子，你也不需要像他。傅九也好，谢燕来也罢，你是你自己。我自己。我是一个不被任何人期待的存在，包括我的爹娘。你爹娘骗你，但他们心里还爱你。我爹恨我，我娘怨我，甚至连我的兄长都算计我。但你还有我，被至亲所骗，是剜心之痛。但若因此质疑眼前人，才是正中了他人下怀。对不起。相爱不相依，白首如初见。王爷，长公主已出了城。哎，这丫头啊，比她爹还会戳人痛处。世子也被囚禁在了楚都别院。不过王爷放心，我们派了人私下照顾着。寻儿可有怨我吗？世子定会理解王爷的苦衷。我儿自幼就懂事啊，他知道子为父生，父为子谋的道理。你说这谢燕来为什么甘愿做楚昭手里的刀啊？亦或是为名利，亦或是为美色？朝中局势不稳，寻儿又被困在楚都，谢艳芳、邓毅各怀野心，再加上我们那位不安分的长公主，这已经彻底下成一盘死棋了。不管这谢燕来所图何事，本王有预感，破局的人一定是他。在想什么呢？阿爹曾说，战场之外，最难打的是人心。怕了？只是觉得可笑。萧南王要名，谢艳芳要权，邓毅要利，他们争来夺去，却没有人问百姓想要什么。
不是还有你吗？阿昭，这样挺好的。朝堂之上，还有你在厮杀，还有你想着这群百姓。其实我也没有那么无私，我最初也只是想让自己活着。但我阿爹既能为百姓无惧生死，我作为他的女儿，自然也不能懈怠。虽不知结果如何，但尽人事吧。阿九，同我说说你和谢艳芳的事情吧。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。我从小不被人接纳，一时气生，便将谢家祠堂给烧了。他们要将我鞭笞而死，是谢三救了我。他跟我说让我留在他身边，总有一天我会堂堂正正的成为谢家人。我当时真的很想拥有一个被承认的身份，所以16岁那年，谢三让我去魏家村破坏萧南郡商队的交易。我去了，你也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所以，你就被驱逐出了谢家。我一直往大漠走，直到遇见了你阿爹。那千机燃血饮又是怎么回事？那是我当时临行前，谢三给我的。他告诉我，千机燃血饮是谢家嫡系子弟才可以接触到的秘药，在生死关头可以保命。我当时非常相信他，也没有怀疑这个药的作用。谢艳芳不会跟我说实话，我要回高阳查清楚。现在？不错。你先回楚都，等我查完以后，立刻回去找你。等我回来。彩莲，担心，担心，你别走。
显儿的性格与你相合，又同朝为官，平日里可以多来往了。哎呦，少成啊，看来不久你要有一位岳丈了啊！你是？你活得不错呀。你有何事啊？我心中有郁结，可惜谁也解不了。不如你先说出来听听。10几年前，拜你所赐的郁结，你能解吗？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，我遇到了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，可就是那个小女孩，竟然把我带进了地狱。知道我被锁在废宅的绝望吗？你知道那些恶人是怎么一遍一遍的折磨我吗？还有那场大火，空气里都是人肉被烤焦的味道。若不是我被关在最后一间房，侥幸找到了逃出去的机会，我也会被活活的烧死。我忍着伤口的剧痛，硬生生的挺了过来。我现在这个样子，连我自己都觉得恶心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看到了御史案本稿，我才发现，原来你就是当初的那个女孩。你还成了声名远扬的新一。你活得这么好，可我却被毁了一生，活成了半人半鬼，凭什么？你活在这世上一天，我就痛苦一天。你为什么还活着？你为什么不去死？平安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昨夜没睡好罢了。好凉。这样，我去煲点补气血的汤药给你，你可得给我都喝了啊。好，我一定都喝掉。怎么样？想好日后做什么了吗？我还是喜欢唱曲儿，今后打算自己谱曲填词，过自在日子。好。少成是个办事踏实的人，姚公日后可要多多照顾。晚辈敬姚公一杯。既然你被康平王如此器重，又有武舍人垂青，我想你自然有过人之处。
说不定何时我等要向你好好讨教了。不敢当。哎呀，少成一表人才，未来可期。那我等就提前恭贺康平王了。诸公，请慢走。好，少成，请回吧，回吧。仙儿，明日是你母亲寿辰，你带上冰糖糕，让少成陪着你去看看她吧。女儿近日实在公务繁忙，脱不开身。康平王可知道，其实显儿也爱吃这冰糖糕。她小的时候不爱吃甜食，可现在变了，也许是因为她心里惦记她娘吧。原来如此，这世上还有你不愿意面对的事情。没想到袁少卿还是个细致体贴之人，想必明日母亲也会满意的。还是你们俩头脾气，我念叨100句，不如他1句。真没想到，堂堂康平王妃，竟然住在这样的山间小观里。怎么，很奇怪吗？堂堂大理寺少卿出身盲沟，才叫稀奇吧？哼，那你为何愿意与我这出身盲沟之人结为夫妻啊？婚事于我而言，可以是一桩交易，你情我愿便可。袁少卿，能明白吗？母亲，素玄真人。晚辈少成见过素玄真人。
他是我未来的郎君。我的事，真人从不过问。但我想在成亲之前，还是应该带他来见见你。你许久没来了，山下近来可有何趣事？有，上阳宫旁有一棵枯树，已有100年树龄。工部商议将它移除，却未料在这深秋时节，它竟重发新芽。都说这是祥瑞之兆。你可知树与人有何相似？树能重生新芽，只因埋在地底的根须未亡。人心亦应如此。若是违背心意，反其道而行，就会像那树，没有了根，很快凋零。朝来暮往，名利转瞬成空。不论婚事还是其他事，你的选择都要从心而为。显而明白，时候还早，我们陪你用了饭再走吧。不必了，粗茶淡饭怕你们吃不惯，下山去吧。